当信念与渴望打架，显化也会迷路。你是否曾经感到困惑？明明心里很渴望一件事，却总觉得现实好像在跟你开玩笑。每次靠近一点，就又被无形的力量推远。你拼命许愿，努力想象愿望成真的画面，但奇迹始终没有降临，甚至反复经历等待、失望与怀疑。你会问自己，到底是什么让我的愿望迷路？其实，答案很可能就在你内心最深处，那场信念与渴望的拉锯战里。很多人以为，只要愿望够强烈，宇宙就会照单全收；只要想要的够多，就能显化到自己梦想的生活。可是，你是否留意过，有时候嘴里说我想要，心底却悄悄浮现这不可能的声音。这种表面上的渴望，如果没有被内在信念支持，显化的能量就会变得紊乱，像迷雾中的指北针，永远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信念是一切显化的根本，它不是你在日记本上写下的愿望，也不是你在夜晚向星星诉说的祈祷，而是你每天醒来，面对镜子的那一刻，对自己最诚实的感受。你真的相信自己配的吗？你真的相信幸福会属于你吗？你是否还在用过去的失败，为未来的美好设下限制？如果你的信念和渴望是对立的，你的能量就会被撕裂。你一边渴望丰盛，一边害怕自己承受不了；你一边希望被爱，一边又觉得自己不够好。这种内在的拉扯，让你的显化讯号变得模糊而微弱。宇宙只能接收到你的矛盾，却无法把梦想带到你面前。很多时候，这些矛盾的信念并不是你的错，它们来自童年的经验，来自无数次被拒绝、被忽略的记忆，来自成长过程中那些被灌输的观念。要谦虚，不要想太多，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得。这些话语成了你内心的小剧场，一边渴望飞翔，一边害怕衰落。当你开始察觉这场内在战争，请不要责怪自己，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成长历程。你可以静下来，和自己的信念对话，问问内心那个害怕的自己，你想保护我什么？是害怕失败，还是害怕期待之后的失落？每一次温柔的自我觉察，都是让信念和渴望和解的契机。你可以练习慢慢放下那些旧有的信念，允许新的信任在心里发芽。不必强求自己马上相信，只要愿意多相信一点点，宇宙就能感受到你能量的变化。你也可以用行动去支持自己的信念，做一些微小但能带来信心的事情。每一次的成功，都会帮助你在内在建立一块新的信任基石。当信念与渴望渐渐对齐，你会发现世界开始跟着松动，过去无法突破的关卡，好像突然出现了出路。过去总觉得遥远的梦想，也变得更容易靠近。这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幸运，而是你的内在能量终于变得纯粹而有力量。愿你在每一次渴望的时候，都能诚实地检视自己的信念。愿你允许自己放下怀疑，允许爱和丰盛流入你的生命。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显化又迷路了，请记得回到心里最深的地方，问问自己，
我真的相信自己值得拥有这一切吗？我愿意给自己多一点信任吗？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能让信念和渴望携手同行，宇宙就会带你走向梦想的出口。显化卡关，是哪个信号在阻挡你？你是否曾经在努力许愿、调整能量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撞到一堵透明的墙？无论怎么努力，现实就是不肯往你渴望的方向移动。你一遍又一遍检查自己的心念、感受、行动，却找不到那个让显化无法流动的原因。内心隐隐有种焦虑，甚至对自己产生了质疑。是不是宇宙没听见我？是不是我的方法还不够？你可以静下心来，试着观察自己在许愿时的内在状态。你的能量里，是不是藏着一些微弱但明确的信号，正在默默阻挡你迎接美好？这些信号也许是一种隐隐的不安，也许是深埋的怀疑，也许是害怕改变的担心。它们可能不大声，但却在你的能量场里绕了一圈又一圈。有时候，我们许愿的时候很诚恳，但在心底却悄悄传递出一个信号：我其实不相信会实现。这份怀疑也许来自过去的失望，来自一次次愿望落空后的自我保护。你害怕再受伤，于是偷偷在心里加上一层防备，希望不要抱太大期待，这样失望时才不会那么痛。可是，这样的能量会让宇宙感受到你还没准备好全然接收。有时候，阻挡你的信号是我不配的，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好，还没有资格拥有丰盛。这种信念可能来自童年时代的比较，或是长期被否定的经验，让你对幸福产生距离感。你嘴上说想要，但身体却收紧，心口却紧张。你的整个能量都在传递还不能拥有的讯息。还有一种信号，是对未知的恐惧。你以为自己准备好迎接改变，其实心底还在害怕改变之后要面对的一切责任和挑战。你期待新的人生，却不敢真正放手过去。于是你在渴望与害怕之间摇摆不定，让显化之路卡在了半路。这些信号也许很隐晦，但它们每天都在你的言行、选择与情绪里发送。当你一再陷入焦虑和怀疑，当你总是想要做得更多来填补内心的不安，这些就是宇宙收到的讯号。我还不确定自己准备好，我其实不相信自己值得。你不需要责怪自己，因为这是每个人在显化旅程里都会经历的过程。你可以温柔地问自己，我现在的能量场里最强烈的信号是什么？我在期待什么？又在害怕什么？有没有什么情绪一直没被接纳？每一次诚实的觉察，都是解开显化卡关的钥匙。你可以练习为自己创造安全感，让愿望不是一种急迫的索取，而是一场温柔的邀请。允许自己在还没拥有之前，先学会感谢和信任，让自己在每一次许愿之后，都能轻轻放下焦虑，相信宇宙会在最对的时刻，把最适合你的美好带到你面前。如果你愿意相信自己值得，愿意看见自己的恐惧和怀疑，你的能量会变得越来越干净，越来越自由。那时候，你会发现显化不再卡关，
所有的渴望都能流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愿你在每一次卡关的时候，都能停下来拥抱自己的不安，用爱和信任松开那些无形的绳索。你会发现，阻挡你的从来不是宇宙，而是你还没允许自己全心全意地迎接幸福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的每一次诚实和温柔，都是让美好靠近的信号。你越是急着想要，宇宙却越沉默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心里的渴望已经急切到无法呼吸，明明许愿已经许到连自己都记不清次数，明明付出了全部的努力，期待着宇宙回应你的呼唤，却发现现实依旧静默无声。幸福和奇迹仿佛在遥远的彼岸，始终无法靠近。你越是渴望爱情，就越发觉感情路上总有遗憾。你越想赚更多钱，钱却总是卡在某个关口。你想要健康，想要好人缘，想要突破，越是拼命想抓住什么，现实就越是不为所动。你会困惑，是不是宇宙没听到你的声音，还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？你一边焦虑，一边责备自己，觉得是不是不够认真，是不是方法不对？但也许你只是陷入了急着想要的回圈。急是一种很强烈的能量，它往往来自于一种深层的匮乏和不安。你越是害怕失去，越是觉得自己没有，你的能量场就会越紧绷，越焦躁。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还没有，于是你的频率就变成了我缺少，我等待，我不够。宇宙不会用语言回应你，它只会读取你能量的本质。当你的心充满渴望，却又被不安和焦虑包围，宇宙收到的讯息就不是纯粹的渴望，而是无法安心的需要和缺乏。这时候，你越是用力去抓，宇宙反而只能静静等待，直到你的心慢慢柔软下来，愿意放手，愿意信任。其实，急着想要的背后，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。你害怕等待，害怕没有结果，甚至害怕自己配不上幸福。你用许愿、努力、重复练习来安抚自己内在的焦躁，却忘了，只有在放松下来的时候，幸福才会悄悄靠近。很多时候，真正的显化不是在你用力抓住的时刻发生，而是在你愿意轻轻放下，安住当下，相信自己已经足够的时候。你开始不再焦急地问，什么时候才轮到我？而是学会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现在的我就很好。这一份信任，会让你内心的能量变得平和、流动，而宇宙也终于可以轻轻回应你。你可以练习在每一次焦急的时候，提醒自己慢下来，问问自己，如果愿望还没实现，我依然可以享受什么？我能不能允许幸福在当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？当你允许自己不用再急着想要，反而会发现世界开始松动，美好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靠近你。宇宙不曾遗忘你的渴望，它只是想要你在等待的时候，也能享受生命本身的丰盛。你不需要证明自己多努力、多渴望，你只需要学会相信，学会放松，学会等待。当你停止急着追逐，学会在每一个日常片刻照顾自己，滋养自己，感恩自己，你会发现，
幸福原来不需要等候，它就在你每一次温柔对待自己的呼吸里。愿你在每一次渴望里，都能提醒自己，不需要急，美好永远不会缺席。只要你肯慢下来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也给宇宙一点空间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越温柔地安放渴望，越容易迎来宇宙最温柔的回应。从恐惧到信任，显化之路的真正起点。也许你曾经经历过，当心里有个愿望诞生时，第一个冒出来的不是喜悦，而是恐惧。你害怕得不到，害怕失败，害怕希望越大失望越深。你努力地学习各种显化技巧，不停练习感恩、冥想、许愿，却在夜深人静时，还是被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淹没。其实，这一切都很正常，因为每一个渴望诞生时，都会带来一点未知，而未知正是恐惧的温床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失败了，会怎么样？如果愿望没有实现，是不是我又不够好？你用尽各种方式想要掌控一切，希望自己可以预防失落，但越想掌控，内心就越绷紧，能量也越难流动。恐惧是人性的一部分，但恐惧也是一份礼物。它提醒你内心还有什么需要被看见、被疗愈、被接纳。你害怕的不只是结果本身，更是那份我不够好的信念。你渴望改变现状，但也害怕改变之后自己无法承受。你以为必须等到恐惧消失，显化的力量才会出现。其实刚好相反，显化的起点就是允许自己带着恐惧，还是愿意相信。信任是一种柔软的选择，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在一次次经验里慢慢建立起来的底气。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相信宇宙没有要伤害我。即使还没得到，我也愿意相信一切都在对的时机发生。每一次选择信任，都是对自己灵魂的深度滋养。你可以练习和恐惧和平共处，不要逼自己马上勇敢，不要强迫自己必须正面积极。当恐惧来的时候，就像面对一个需要安慰的小孩一样，静静的陪伴，拥抱自己，告诉自己，我理解你的害怕，但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往前走。这样的温柔会让你的内在慢慢柔软下来，让恐惧不再是阻碍，而是引导你学习信任的桥梁。从恐惧到信任的路上，你会慢慢发现，原来真正的显化不是改变外在世界，而是改变你和自己的关系。当你愿意相信自己值得，相信宇宙会回应，你的能量会变得纯粹且有力量，愿望也会开始靠近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你过去以为必须很努力才会得到的东西，在你愿意放下恐惧，选择信任时，反而开始悄悄出现。因为宇宙总是在你准备好承接的那一刻，才把美好送到你面前。信任不是结果，而是一种每天可以选择的状态。当你发现自己又陷入焦虑，又开始怀疑时，就停下来，深呼吸，对自己说，我允许自己害怕，但我还是愿意相信。这样的语言是你内在最强大的显化咒语。从恐惧到信任，就是显化之路的真正起点。愿你在这条路上
带着恐惧，带着脆弱，带着渴望，依然可以一步步往幸福靠近。你会发现，世界也会跟着温柔地回应你的信任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可以慢慢走，也可以时而停下来休息。无论怎么样，宇宙都会在你选择信任的那一刻，让奇迹开始发生。你的能量频率真的和你想要的对上了吗？你可曾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许的愿望像风一样轻盈地落实，而有些人无论怎么努力，总是被卡在原地？你也许用尽各种显化的方法，认真写下目标，反复练习想象未来，却还是等不到命运的回应。你会怀疑，是不是方法不对？是不是哪里还有自己没发现的盲点？但你或许忘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你的能量频率真的和你想要的对上了吗？能量是一切显化的根本，宇宙不会回应你的语言，不会回应你每天重复几次愿望，它只读取你的内在状态。当你渴望爱情，但心里充满孤单和恐惧；当你期待丰盛，但心底总觉得不配和匮乏，你的频率和你所求的美好其实并没有对齐。你发出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感受，都是一则能量的讯息。如果你一边许愿，一边告诉自己，我还没资格，这么好怎么可能轮到我？宇宙会收到的是我还没准备好的频率。于是愿望只能在远方徘徊，始终走不进你的世界。有时候，我们误以为只要努力想要，努力期待，就能显化想要的结果。但能量不会因为你努力而改变，它只会回应你相信的状态。你越是放大缺乏，越是着急，你发出的频率就越远离丰盛。真正的显化不是告诉宇宙我要，而是让自己活成我已经值得。你能否在还没拥有时，就先感受到那份幸福？你能否在等待的时候，依然温柔安顿自己，相信一切都在来的路上？当你从匮乏的频率转向丰盛的频率，你会发现世界开始改变。你可以练习观察自己的能量。当你说出愿望时，身体有没有感到紧绷？你是带着喜悦，还是带着怀疑？你可以问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拥有这一切，我会怎么行动，怎么感受？试着把这份感觉放进每天的生活里，不再等到愿望成真才快乐，而是此刻就允许自己享受幸福。有时候，只要你愿意把能量频率调高一点点，选择多相信一点，多感恩一点，世界就会跟着松动。你不必强迫自己一直正面，但可以练习多一点柔软，多一点信任，让能量慢慢与你渴望的生活靠近。宇宙是一面镜子，你给它什么，它就回应什么。当你学会爱自己，相信自己，愿意打开心门承接幸福，你发出的频率就会越来越纯粹，越来越接近梦想的模样。愿你在每一次许愿之前，都能静下来感受自己的能量，学会先把自己安顿好，让频率对齐你真正想要的一切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调整频率的每一个瞬间，都在为奇迹铺路。请相信，你的能量就是最美的显化密码。当你把愿望变成压力，显化开始失灵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
原本单纯的渴望，在一次次等待与努力之后，渐渐变成了一种沉重的压力。每当想起自己的愿望，心里浮现的不是期待和希望，而是焦虑、不安，甚至自我怀疑。你开始害怕，如果梦想迟迟不来，是不是代表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努力，甚至不值得拥有？你努力练习显化法则，日日许愿、感恩，写下清单。但随着时间过去，那些还没实现的愿望开始成为一种自我压迫。你越是提醒自己要积极正面，越是害怕负面情绪会毁掉显化的机会，于是内心越来越紧绷，幸福反而越来越远。其实，显化是一场能量的游戏。当你把愿望变成必须完成的任务，或者成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，你在无形中就把快乐绑在了结果上。你告诉自己，只有实现了，我才可以快乐；只有达到目标，我才值得被爱。这样的信念，让你的能量停留在缺乏与匮乏里，而不是流动在爱与信任中。宇宙最懂得的，就是你的能量状态。它不会根据你的焦虑、恐惧、压力来回应你，而是根据你有多能够放松、信任、允许美好发生。当你陷入压力的回圈，你发出的讯息就是我还没有，我还不够。这种状态下，幸福的能量很难进入你的生命。你可以静下来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把愿望看得这么重？我害怕什么？如果愿望没有马上实现，我会怎么看自己？当你诚实面对这些问题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压力的背后，是一份对自己的苛求，还有一种生怕被世界遗忘的不安。你可以练习给自己更多温柔，允许自己渴望，也允许自己在等待的路上慢慢来。你不需要因为还没达到愿望而自责，更不需要把幸福的权利交给尚未发生的结果。你可以选择在还没实现的此刻，也好好爱自己，感受生活里已经存在的丰盛与美好。显化真正的力量，来自于你能否在渴望与放下之间找到平衡。你愿意信任宇宙有自己的节奏，也愿意相信自己永远值得被爱、被祝福。当你不再把愿望当作压力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能量变得轻盈，整个人开始松动、流动、闪亮。你不是因为拥有才值得快乐，而是因为你允许自己先快乐，愿望才会愿意靠近你。当你学会在未实现时也能享受当下，幸福就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流进你的世界。愿你在每一个还没实现愿望的日子里，都能对自己说，我已经很好了，我值得幸福，无论结果如何。让愿望回归愿望本身，让压力变成信任与温柔的提醒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越能温柔对待自己，美好就会越快靠近你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